朋友们好，这个呢是我在1个月以前，从 Costco 购得的浆果小苗，一个呢是 Raspberry， 一个是 Blueberry。当时的气候呢是4月中旬，天气呢热了2天，随后呢又开始了倒春寒，所以他们出售这些小苗的时候呢，是放在他们的室内，购物大厅里面出售的。所以，我当时呢，因为那个时候户外的苗圃，基本上没有开，也有开的，但是都是卖一些，非常耐寒而且是比较大的苗。那像这样比较小的苗呢，它都是在室内卖。我今天呢就和大家说一说买了这个小苗以后呢，我经过1个月的种植，总结出来的呢一些成功与失败的经验。我当时很幸运呢，是每一样都买了2颗，所以我在种植的时候呢也很放松，因为有2颗，所以我觉得万一有1颗种的不好，那还有1颗。并且呢，我当时买的这个Raspberry 和 Blueberry 的状况看起来呢，都还不错，都有一些小芽冒出来，特别是这个 Raspberry。Blueberry 呢，我当时拿的这2盆呢，这2小颗也是状态相对比较好的，它的杆子呢都是绿绿的。我呢当即上网去查了他们的这个适应性，也就是说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土壤啊，喜欢什么样的温度。那网上的介绍呢是他们是很耐寒的，对土壤的要求也不严。就是蓝莓呢喜欢偏酸性的土壤。之后呢我就想，既然是很耐寒，都可以在像多伦多这个地段都可以过冬了，那我呢就决定立即呢把它们种到地下去。那么刚刚种下去以后呢，紧接着就是非常长的一段雨季，而且呢气候也相对寒冷。现在我给大家看的呢是他们在20天以后的状态。当时刚刚种下去呢，因为天气太寒冷了，那即使是网上说非常耐寒的植物，其实呢它们也并不喜欢寒冷，特别是小苗。我当时都有一些后悔，为什么这么早就把它们种下去了。但是幸运的是呢，它们确实有很强的耐寒性。种下去以后，即便是倒春寒不断，阴雨天不断，没有阳光又不温暖，但是它们仍然在20天以后呢长得非常蓬勃。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呢，其实像这样的小苗4月份像多伦多这个地段4月份偶尔夜间会有0度左右，甚至于霜冻这样的温度呢。像 Raspberry 和 Blueberry 这样非常耐寒的浆果呢是可以熬得住的，但是会影响它的长势。我呢其中有一颗 Blueberry， 因为当时买来的时候那棵苗特别小，我担心养不活呢，就在几个夜晚气温低于摄氏3度，低于摄氏3度的情况下呢，我就给它用塑料袋做了一点保护。我真的觉得那个冷风能把它刮死了，因为我觉得冷风一刮，它的枝干啊都发那个深色了，就是那个淡淡的棕色，有一点发红。我想这是它在抵抗寒冷吧，所以我就给它用了塑料袋，帮助它呢抵御寒冷，适当保护。
其他的3棵呢都没有做任何保护，完全没有再用塑料袋这些。那20天以后呢，可以看出来，raspberry 呢没有什么问题。raspberry 呢仍然是长势不错，新叶子不断冒，说明 raspberry 的耐寒性比 blueberry 还要强很多。然后 blueberry 呢，那一棵没有被保护的呢，长势就差。它虽然也有芽点在那里，但是它发芽就迟。等到气温开始回暖以后呢，那棵被保护过的小的苗呢，它就叶子长得更快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，它的芽就长得更加快一些，而且蓬勃的多了。所以现在我就理解了为什么当时呢 Costco 会把这些小苗都放在室内来出售。其实当时它的外面的大棚门已经开了，也有一些像小的灌木啊，或者是树啊、小树苗啊，这些开始在外面卖了。但是它这个这样的小苗，它就放在室内卖，可见呢，他们也知道保护它们的一点呢，春天的长势就会更好的。好的，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订阅、分享与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